儿的回去好好睡哈，都累了。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。跟小灯头那么久，我袜子都磨破2双了，一点进展没有。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？着啥急？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？等等，我有个想法。我们这些天呢，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，始终没有突破，所以我想了一下，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，从上往下查？啥意思啊？上往下。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？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，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。不，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，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。你们别忘了，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，不像以前靠种植。啊，这倒是个办法。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，可以倒推出原材料。你想怎么查？你们看啊，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，除了化工厂、药厂，普通人很难拿到。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明路上，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，很容易打草惊蛇。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。银行啊，这么讲，如果说有一个工厂，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，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，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，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。所以这些成本高、进账低的，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、药厂，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。这样，明天开始呢，咱们分头查。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，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。那今天就回去好好睡啊！好，明天开始严查他们。好，撤吧，明儿见，张哥。明天啊。伟哥，别忘了带果子啊！楠楠，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？你大晚上往人这跑什么呀？我借了电影带来看，咋的啦？几点了？过来看看。你回去吧，明儿再看。我们这看别的呢。你们这看啥呢？哎呀，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，这就没劲儿找找灵感嘛。坐。怎么不坐那边啊？看啥呢姐？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？也是，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。你眼睛才不好使，你要行我荡下我走呗。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今天这是咋的了？吃枪药了啊？过2天郑秋你爸妈就要回来了，陪我去挑挑东西呗。他们今天给我带礼物，我也想去孝敬儿了。哎，那啥，我们录像厅又出了些新的台子，你过2天陪我去挑挑呗。行，没问题。不是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少啊？大哥，他看片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多说话，有事儿。
可真烦人。还有那小顾老师，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。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？这赵小光说的可真没错，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。这么快，你就一切别恋了？说起这个我就闹心。这几天吧，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，可是，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，要不然呢，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。咋整嘛？你说，有啥招不？反正呢，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，他就喜欢你，你就勾引他呗，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，不就完了？勾引？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，这勾引吧我，哎，我不会呀。妈呀，你咋那么怂呢？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上手嘛。那么多爱情片儿，白看了。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？你不会处对象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提前学习学习。哦，我以前吧喜欢《大话西游》的至尊宝，后来喜欢《天龙八部》的乔峰，最近看《冲锋队》，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。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，只要是警察，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。所以吧，我就想说，我这个人比较善变，喜欢上谁都有可能。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，但就不可能是我。这么明显的暗示，我还能不明白吗？我懂。我得抓紧时间，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，多出来跟你玩玩。等你处上对象了，我就可以撤了。不是我，别说了，我心里都明白的。明白个屁呀！谁呀？小海，开门。哎，那个啥大包小包的？哎，你咋这个点儿来了？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，就这会儿有空。你吃饭没有？吃过了，今儿刚发的工资，晚饭吃的老丰盛了。是吗？瞅你这冰箱，哎呦我天，全是啤酒，啥也没有啊。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，放冷藏里边，随时吃，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。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，这个是猪肉酸菜的，这是牛肉大葱的。谢谢大哥，想着吃啊。你放心，3天给你解决完，不信到时候你来检查。这么大人了，吃饭还要检查呀？那个给我整个那个啥，剪子、刀啥有没有？啊，等会儿啊。哎，好。这弄的啥呀？风扇。你那个旱冰场那活咋样干的？现在？还挺好，老板还挺照顾我。你这个活啊，没啥上升空间了。你看看，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？我还真这么想过，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，我再研究研究。你研究研究看看。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？做生意方面啊，她有经验，能告诉你。你到时候想干啥，你说开个什么店儿，
你跟我说，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。得嘞。这是背面吧？对对，给我装。这是背面。哎，转起来。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，挺好。哎呦。大哥，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，送完彩电送电扇，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？一个月好几千，我这不都攒的钱吗？我平时花啥钱呢我？大哥，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，你也不欠我。你这说啥话呀？我是你大哥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你在上后边才好使吗？在这么好使吗？哟，顾老师，就你一人啊？早，老舅。早，我搁这儿呢。妈呀，吓一跳！就你俩啊？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？对，今天辛苦老舅了。这还辛苦啥？你就光管俩人饭，我还省事儿了呢。这算给我减负。这玩意儿还真行哈！你筛查这么多资料，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？嗨，那不各司其职吗？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，看得细。小光瑶瑶他俩好动，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，少得再让小光叨烦咱。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？哼，那行了，那你俩忙吧，我给你弄点好吃的。辛苦喽，老舅。不辛苦。然哥，你说，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，原材料消耗这么大，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，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。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？他们只挑小厂，多挑几家，就为逃避追查，那咱可咋弄啊？他们是在贩毒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，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。从经济的角度，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。哦，有道理。云汇药厂。哎，谷主，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？云汇药厂啊？对，对呀。食堂你的菜啊太油，我特意给你做了点清淡的，你这不还感冒吗？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，早点回家啊。这不第2期我马上就要封账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等过了这周就好了。好什么好啊？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，这不，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。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。你这一次感冒啊，就是因为钓鱼。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，忽冷忽热的，他能不病吗？哎，你说这个江边吧，穿多了热，穿少了呢，又怕晒。哎，哟，不知道嫂子来了。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。我都说了，不用麻烦。
不麻烦，我知道你感冒了，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，这个清热解毒，感冒时候吃最好了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给我吧。还是嫂子敞亮，不用谢。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在工作上，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，谈不上照顾，你想多了。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，真让人羡慕。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这孩子一放假，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，他就这一个爱好，这孩子跟他也不亲，你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，你说是不是呀，嫂子？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，也是挺难得的。回头啊，我们俩钓鱼的时候，让建明给你送2条，回去熬汤喝。俺有了，胖哥，这个不小。别钓上一条你就老显摆。哎，这个不小，这个不小。今天给你点口嘛，李哥。再来一条。哎呦，啊！哎呀呀！大哥呀，是个人呢。这能瞅清楚？你这瞅不清楚，那来这个，这行吗？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，嗯，这行，这清楚，这清楚啊。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。嗯，是这样，4天前呢，他下了班就失踪了，然后一宿没回家，爸妈就报了警了。尸体发现的时候呢，一直泡在水里面。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，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。哦，对，你看啊，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，遭过钝物击打，但是死因是溺亡。尸体发现的时候，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们初步推断呢，抢劫杀人。他这牙怎么回事啊？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。你看这牙崩的。用老大劲了，我觉得呀，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。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？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，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的。哦，法医推断啊，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，但是绳子松了，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，但是还是淹死了。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，云辉药厂就在其中，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。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，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。咋了？撞线了？还是巧合呀？查了这么些年案子，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？我去申请一下，咱们变案侦查，顺便看看这个云辉药厂怎么回事。这一片啊，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，鬼影子都找不着。喊你来这儿干啥呀？他父母说，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，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，而且老熊也确认过，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，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，不像是被约过来的，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。那也不一定，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，你也查不着，对吧？那如果约这地方来，那就故意杀人呢。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，这离韩丽家那12公里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？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，经过化验呢，是西裤的纤维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？
还有锯齿啊！啊，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？等鉴定结果吧。你回去啊，不管是这个铲子，还是斧子，还是刀啥的，都给我做个比对啊，然后这块刃踏起来弄回去。行，好。婶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这人你看看，你见过没？这人。大爷。哎，你好。这人您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您再想想呢，再想想。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？确实没见过。元哥，王哥，哎，郑警官，打扰你一下啊。来，请进。啊，那个，请坐啊。王哥，你也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。我过来找你呢，就是了解点情况，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。明白，你问，我知道的一定配合。啊，韩丽在你们厂这几年啊，人缘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？韩丽性格比较爽利，说话很直。郑警官你也了解，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，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，也没有。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？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，他和厂长接触不多，不算数。哎呀，你看这来了半天了，还没给你倒茶呢。来，哎，别！哎呦，王哥怎么了？这是王哥，我看。没事。我和你说啊，这前日子和厂长出去应酬，哎呦我天，我看看，喝多了，这个有人打架闹事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一不小心烫伤的。他这牙怎么回事啊？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。我的天哪，这烫得太狠了！王哥，这种伤这天啊，别捂上啊，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，烫伤膏，是吧？这太严重了，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？啊，我给你们倒茶。别，王哥，我问两句就走了，您坐啊。那王哥，咱说回来啊，韩丽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，那她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？我印象中没有。哦，那她和你的关系呢？郑警官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。哦，这照片中，韩丽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。这种下意识的动作，表明了她对你十分亲近。啊，王哥，这照片啊，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会儿啊，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，你看这还有印儿呢，看见没？王哥，这我也知道啊，您在外人眼里呢，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但是韩丽这事儿是她的一厢情愿呢，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？那你一直都知道她喜欢你是吧？
我一直都装作不知道。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。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很惋惜。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，郑警官，请你告诉我。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，我希望他能够瞑目。哇塞，够了！我和瑶瑶沿着韩丽回家的那趟线儿，挨家挨户问，不管是卖烧烤的，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，这嗓子都问哑了，愣是没人见过他。这奇了怪了，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啊？啊，狗柱，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？完整的尸检报告得明天出来，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，也可能都冲走了。凶器呢？凶器基本确定了，公明铲。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铲造成的。啊，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。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，我说试了半天，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公明铲，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。厉害呀，国柱，貔貅，胳膊都僵了吧？咋手劲那么大呢？哇！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，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，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钓鱼爱好者啊？啊，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。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，他就喜欢带公明铲。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，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，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。公明铲功能十分齐全，不仅能割草，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。国柱，干得漂亮啊！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啊，好好表扬表扬你。韩丽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，而且有私家车。并且自从韩丽失踪之后，他再也没去钓过鱼，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。你说？可是我觉得不对，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？这韩丽周围的朋友可说了，她没有对象，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。这个韩丽她就是纯单恋王建民，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，好好的，杀他干啥？确实，韩丽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，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。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，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，咱们抓紧找。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，那咱们就查韩丽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。如果他没事，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。王建民有车，目标更大，好找。加油吧！行。好。大爷，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？咋的了，警察同志？不让摆吗？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，没听说不让啊。不是，别紧张，不是不让您摆，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。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？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，俺哪记得住这车呀？司机长这样，您再回忆回忆，想想。这个我有印象呀。见过？见过啊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嘛，天太热，马路人都少了，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。这个态度可好了，对我，所以我对他有印象。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，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。4月3号下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看见。你再想想，大概这么高。那这辆车呢？白色的。没看见。这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。
哥，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，啥也没有，这跟韩丽回答完全是两个方向啊！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，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。这正对着派出所，跟这儿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？人家韩丽但凡喊声救命，这哥们儿当场就给逮了，有病吗他？这王建民是大财务，脑子嘎嘎好使，肯定没病啊。对呀，那他为啥选这儿动手啊？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。经过化验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丽的。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？你说他聪明吧，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；说他不计后果吧，他又贼谨慎，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。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，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，我指定不行。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，就算尸体被发现，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。咱别管他动机是啥，反正医院都说了，他之前受伤住院，左手压根儿没烧伤，他心里没鬼，干啥说谎呀？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，一审啥都知道了。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，韩丽的一个同事说，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，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。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，就没留意。现在想想，会不会没那么简单？你看啊，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。韩丽回家呢，又不是这个方向。那有没有可能韩丽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？王建民没有办法，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。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，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。韩丽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，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。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。哦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所有的疑点都能说通了。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。
再也不会带建民出去应酬了。我保证他平平安安，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。子杰啊，您看，商品货的尾款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？是，我就随口一问。最近盯得比较紧，所有的钱都得转2手才打过来，下月初会到账。啊？我以为这事儿到秦毅那儿就打住了呢。那警察抓毒得抓到啥时候啊？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，我这定金都付了，还整吗？你慌什么呀？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到了该停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的。进。厂长，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关。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。哦，来了。
我让小海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。今天我们2人世界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？哎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2个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？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，我真想不起来了。是啊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？建明，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英子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毛毛就是我的孩子。我是想和你说，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，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也觉得很幸福。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，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。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，我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，让你们平平安安的。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？什么呀？今年是你的本命年，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，来看看，喜欢吗？真好看。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，咱们试试。哎，
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早晨答应给某某买雪糕的，估计他们快回来了，我得下去。哎呀，不着急，你等他回来再去呗。来，坐，你坐。哎呀，小心！哎，好，这鱼啊，你吃点吃，要不然就腥了，别等我了。你那领带都没带好。哎，你看，好好的。我等你啊。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？哎，姐，盛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找王哥。哦，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，你进来吧。啊，刚下去吗？啊，那你去看看去，别进去啊。那个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没事，吃饭呢。啊。哎，王哥有个下属韩丽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死了。不是，那这个事儿跟建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？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呀。行，那你先坐吧，他一会儿就回来。不用了，站会儿得了。喂，王建民跑了。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民，而且王建民的车也没了，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，已经跑了？这下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刚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，而且开门的事江子说了，刚下楼，应该没走多远。王建民杀人是因为韩丽要报警，他手里的是复印件，那原件在厂里啊。调销毁证据。药厂。药厂，走。王建民办公室，哥。小光啊，快报火警！好。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？我上去看看去。火太大了，等消防过来。我怕他死了。哎，你好，云汇药厂办公楼3楼，这火老大了，赶紧的啊！哎，哥，队长，来，小心烟雾啊！你们查他车啊，有事给我队长说。好，小心啊，哥。人是我杀的，我有罪，不要救我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有罪，不要救我！人是，人他妈说让我小光，应该是血迹，还要等国柱检验一下。任北，火太大了，你赶紧出来！任北，走哥，坐，不能，别踩着，哥，没事吧？
救护车马上来。哥，你这伤到哪儿没啊？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，回去铁定会骂我的。别扒拉我了你啊！谁保护谁呀？咱俩，你快看看他，看他咋样？行，没事吧？老袁，我呛着了。哎，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，还是血板一部没拿出来。没事，至少人救出来了，带回去慢慢审。你先缓缓。嫂子，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点了，人是正被救出来的，横着抬上救护车，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，目前还不清楚。嫂子，韩立刚死，王哥又放火，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？原材料的账目，全部都在药厂里边。简明，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。我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。你趁热吃，冷了就腥了啊！那个别等我了，你那领带都没戴好。哎，你看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快吃吧啊！等你啊。简明为了我，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，但是在边边角角里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。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，是不是韩立的，早晚都会知道。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哎，都认识干嘛呢？王哥，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了。你到底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。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认罪。人是我杀的。你说你这是干啥？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。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，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？再说王哥，你人啥样我知道，你为啥要杀人啊？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，还总是纠缠，对英子也很不尊重。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？你什么都不做，这个家还在。你现在把人给杀了，这个家就彻底散了。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，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都是意外。吵架的时候气不过，抡了一下，没想到人就不行了。郑警官，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。杀人凶器是工兵铲，我把它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。身份证什么的，一把火烧了。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，不如死了干净。王哥，火场那儿啊，少了不少东西。咱自己人说啊，那药厂不是你的，对吧？你就是一个财务，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？
就算你不为自己想，你也得想想嫂子，还有毛毛吧。这大热天的，王哥，你来看看吧。嫂子听说你出事了，着急，等一宿了。你好好配合我们，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毛毛长大成人。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。有事吗？你看看这个，这都什么呀？这个啊，从哪儿来的？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。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，江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儿？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，这可是要枪毙的。不是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，我是这样觉得。这样，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。你还研究什么呀？我都看了好多遍了，他们就是在造毒，冰毒，这是犯法的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，一旦出了事儿，咱们都得背责任。尤其是你，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，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？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。我知道你也很震惊，但是咱们没时间了。江英子，她是个毒贩。可他也是我的爱人。你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了。
陈警官，你误会了，我没销毁什么，就是不想活了。吃个包子。哎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包子喝豆浆。给你，哪个？吃不下去了，肚子慌，啥招都试了。哎呀，就一口咬死是情杀。一问药厂的事儿，哎，眼睛一闭不吱声了。你说他这么不怕死，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呢？咱之前以为他是老实，现在看呀，啥顾家爱老婆，说不定都是装的。这到了，咱也不知道王建民烧毁的账本上到底写了啥。啊，药厂咱摸了个遍，生产车间的记录全没了。他这把火放的，真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不给我们留。但是各有各的道啊，这个药厂上边不还有药管局管着呢吗？这药厂里的资料没了，药管局得有吧？对呀，云慧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药管局里。战友们，尸检报告怎么样？不都抛变形了吗？还能有啥线索呀？还真有。法医说，在韩丽的喉管内发现了一片尚未吞咽的塑料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看着像某个东西的商标，我会尽快查清楚。我看看。这个危机关头，韩丽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。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。王哥恢复挺好的，但是我们这有规定，人还是不能见。理解。知道他现在人没事了，我这心里安心多了。我想之前去你家吃饭的时候，看着王哥人特好，但是不知道他私下里边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有没有这种情绪特别暴躁的时候，或者对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跟你动手的时候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他在你面前什么样，他私下就是什么样。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害人，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。我也希望有误会，但是王哥现在特别不配合。你回忆回忆，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，或者是接触什么奇怪的人没有？尤其是这段时间。他每天下了班就回家，连个朋友都没有，都挺正常的。他去放火之前是在家跟你吃饭的是吧？哦，对。吃饭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说什么。喂，北哥，啥情况？啊，没问出来啥，也不知道是这王建民藏得深，还是这个江英子有所隐瞒。那他状态咋样？情绪还好吗？不哭不闹，思路清晰，感觉挺能扛事儿的，跟他之前那家庭主妇的形象一点也不一样，就是有点太震惊了，有点奇怪。咋样？这药管局的报表能看出点啥不？能，太能了。药管局的数据报告显示，云慧这半年来，岩峰感冒灵在制作过程中的报损率突然增高，比其他药品整整高出1倍。这个药中间有一个成分叫麻黄碱，是制作冰毒的原料之一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易云慧涉毒没跑了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8、9不离十了。
不是，这都有线索了，你俩这啥表情啊？我和然哥用进货金额结合报损比例，给云慧算了笔账。这半年来被标上损耗的麻黄碱近300公斤。啥意思啊？这要是做成毒品，得有多少啊？差不多得有100公斤。啥？100公斤？那这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啊！这么多的原料，他们会卖给谁呢？云辉药厂和将来药店有没有生意上的往来？韩丽吞下这个，应该是暗示我们将来药店有问题啊。根据这个银行流水，我们也确实查到了江迎子的将来药店和云慧有长期的合作。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王建民销毁的是什么证据，现在看啊，很可能跟江迎子有关。王建民是个啥人呢？啊，爱家，爱老婆。这么一个好丈夫的形象，当他发现有人拿着他媳妇儿的罪证要去报警的时候，他会怎么办？不得已，做出了杀人的动作，然后毁尸灭迹。这个动机现在是说得通的。能逼得一个知识分子去杀人，这得是啥样的罪证啊？云慧药厂、江迎子、王建民，他们联合起来能有啥事？所以说，云慧购进的这些原材料卖给谁？这答案很明显嘛，江迎子跟药厂在联手制毒，对吧？现在所有证据按照逻辑已经形成了闭环，但是还缺少直接证据证明江迎子涉毒。确实，接着查呗。肯定能查到线索，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造出这么多毒品来。哎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以查凶杀案为由，让云慧药厂给我停业整顿，所有消息严格保密，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查到了情杀。我就不信了，江迎子这狐狸。他还不出动了。